狐狸猫和小树蛙正在公园里玩耍，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却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赶紧回家避雨。回到家的他们把身体擦干后，便坐到沙发上聊天，并拿起水壶补充水分。狐狸猫看着水壶提出疑问：为什么水壶里的水放一段时间后不会变干，但是下雨后的地面经过一段时间后却会变干呢？这时小树蛙要狐狸猫先想想之前学过的物质的三态变化。狐狸猫说，一个物质在不同温度及压力条件下，可以在固态、气态、液态三态间转换。液态吸热转换成气态的过程称作气化，而气化可以分为蒸发和沸腾两种，而气态放热后转换成液态的过程则称为凝结。小树蛙点点头说，没错，下过雨的地面会变干，是因为液态的雨水经过一段时间吸热转换成气态，并逸散到空气中，而雨水可以蒸发变成水蒸气，水蒸气也可以凝结降水。听完后，狐狸猫还是有点疑惑，既然水有蒸发，为何水壶内的水看起来没有消失？小树蛙说，不如我们做个实验来看看吧。小树蛙请狐狸猫找2个保特瓶，并且在里面各放半瓶水。接下来，小树蛙请狐狸猫在水面处画上一条红线，然后把一个保特瓶的瓶盖旋开，并把这个保特瓶标示记号 A， 另一个拴紧瓶盖的保特瓶则标示 B。 狐狸猫不理解为何要这么做。小树蛙告诉狐狸猫，我们把2个保特瓶，一个盖上盖子，一个不盖盖子，2天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吧。2天后，狐狸猫和小树蛙来观察保特瓶的状况。狐狸猫发现没盖盖子的 A 保特瓶的水量有明显的变化，但有盖盖子的 B 保特瓶水量没有下降很多。狐狸猫想起之前复习过的物质三态变化，知道 A 保特瓶里的水变少，应该是由液态蒸发成气态，所以水量明显下降。不过 B 保特瓶的水难道不会蒸发成气态吗？小树蛙说，其实 A、B 保特瓶中的水都会蒸发成水蒸气，不过 A 保特瓶的水蒸发后，水蒸气可逸散到空气中，而 B 保特瓶里的水蒸气因为瓶子有盖上盖子，形成了密闭空间，所以水蒸气无法溢出瓶外。小树蛙请狐狸猫再仔细观察，除了水量的变化外，还有什么发现呢？狐狸猫看了看，发现 B 保特瓶瓶身内壁上的小水滴比 A 保特瓶多，便好奇地问，是不是也有水蒸气凝结成水的反应呢？小树蛙表示没错，除了液态水会蒸发成水蒸气，同时水蒸气也会凝结成液态水。B 保特瓶中的水蒸发成水蒸气后，因在密闭空间无法溢出瓶外，因此水蒸气再度凝结成水，所以才会在瓶身内壁观察到较多的小水滴。接着小树蛙拿出一张纸，写下从液态水蒸发成水蒸气的反应称为正反应，而水蒸气凝结成水的反应称为逆反应。如果正反应和逆反应可以同时进行，则称为可逆反应。而 B 保特瓶中的水看起来没有变化，是因为蒸发和凝结的正逆反应速率差不多。虽然外观看起来没有变化，但其实蒸发和凝结的反应仍持续进行，并没有停止，而这样的状态称作动态平衡。为了加深狐狸猫的印象，小树蛙提到，有一次制作糖水时，为了测试比较好喝的甜度，他分次加入等分量的砂糖并搅拌，多加几次之后，发现加入的砂糖无法溶解，且会观察到杯底有沉淀的砂糖。小树蛙向狐狸猫解释，一开始砂糖溶解的速率大于沉淀的速率，所以搅拌时砂糖会溶解。当加入越来越多的溶质后，会发现杯底产生沉淀，
代表这时已经呈现饱和状态，沉淀速率大于溶解速率。此时如果停止再加入溶质，待溶解与沉淀速率相同时，沉淀的量不再增加，便达到平衡的状态，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动态平衡。小树蛙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请狐狸猫回想一下硫酸铜变色的实验。实验室中常见的硫酸铜是呈现蓝色的，经过加热后会变成白色的无水硫酸铜。若将水滴入白色的硫酸铜，则会变回蓝色的硫酸铜。小树蛙请狐狸猫在黑板上写下反应式，并将无水硫酸铜加水后成为含水硫酸铜，定为正反应。含水硫酸铜加热变成无水硫酸铜为逆反应。小树蛙接着说，这个反应也可以同时进行正反应和逆反应，因此也是可逆反应。突然，小树蛙从实验柜中拿出药品，上面标示着氯化亚钴，并对狐狸猫说，来，狐狸猫你看看，我来变个魔术吧。于是小树蛙便把部分氯化亚钴晶体倒入烧杯中，加入水搅拌。此时原本蓝色的晶体倒入水中后，呈现粉红色或紫红色的水溶液。接着小树蛙拿出一张白纸，请狐狸猫用易沾水的笔，利用这杯溶液在纸上画图。狐狸猫在纸上画了自画像，纸上便有了一只粉红色的狐狸猫。画完后，小树蛙把纸张拿去烘烤，粉红色的狐狸猫便转变成蓝色的狐狸猫。狐狸猫惊讶地说，真是 magic。 小树蛙笑着解释，这是因为蓝色的氯化亚钴与水反应后会变成粉红色或紫红色的氯化亚钴水溶液，而氯化亚钴水溶液加热后就会变回蓝色的氯化亚钴晶体，所以这也是一种可逆反应哦。狐狸猫开心地表示，真是有趣的可逆反应，我要把这魔术记起来。学了这么多与可逆反应相关的有趣实验，小树蛙想请狐狸猫回答一个问题，请荧幕前的你也一起解答吧。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可逆反应在同一反应条件下，正反应与逆反应能同时进行的化学反应。在可逆反应中，当正反应及逆反应的反应速率相等时，虽然外观看起来没有变化，但反应仍持续进行，并没有停止。这样的状态称作动态平衡。而硫酸铜变色反应、氯化亚钴变色反应都是可逆反应的例子。最后，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生活中充满很多可逆反应的例子，想看看若反应呈现平衡的状态，请问有哪些因素可以影响反应平衡，造成反应开始明显变化呢？